华兴保险管理人周报每周5分钟，为您带来美国公司经营、人才管理的最新快讯。雇主被起诉的前10大原因揭晓，哪些方面最容易被忽视？家政工人是否也享有职场安全保护？当员工的家庭成员遭遇暴力事件时，他们可以享有哪些权利？本期带来详细介绍。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在2025年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 SHRM 年度会议上，律师事务所 Boss Rice LLP 的合伙人 Mario Bordogna 详细分析了雇主最常遭员工提告的10大管理错误及其对应的预防措施。排名第1的原因是不健康的工作环境。这类诉讼通常源于职场中持续存在的令人不适行为，例如针对个人性格的职场欺凌。Bordogna 建议，雇主必须从上而下建立零容忍文化，明确举报机制和处理流程，同时还应特别注意预防和处理虚拟办公环境下的类似问题。第2名是忽视休假选项。当患有严重疾病的员工用完家庭与医疗休假法 FMLA 规定的假期后仍无法复工时，雇主若直接解雇该员工，可能会导致歧视诉讼。根据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 EEOC 规定，此类员工可能符合美国残疾人法案 ADA， 有权获得额外假期或其他合理调整。第3名是员工错误分类。如果雇主将某项服务外包给独立承包商，但未签署书面协议，或对其工作自主性施加过多控制，可能触犯公平劳动标准法 FLSA。 Bordogna 建议雇主应定期检视员工分类，并依照美国劳工部的政策进行实时调整。其余7项高诉讼风险的原因涵盖了绩效评估、人员解雇、薪资计算和内部沟通等多个方面。雇主应对照这些问题进行全面核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及时防范，降低潜在法律风险。接下来看家政工人纳入工作场所安全法的最新要求。加州工业关系部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DIR 最新提醒，自2025年7月1日起，聘请家政服务人员的企业已被纳入 Cal/OSHA 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法的适用范围。此类家政服务包括清洁、照护或园艺等。需要注意的是，私人家庭直接雇佣保姆或清洁工帮忙处理家务的情况不受这项法规的限制。根据新法规定，聘请家政服务人员的雇主需符合以下要求：首先，雇主需建立、实施并维护一套完整的 RIPP 伤病预防计划，并对员工进行相关培训。其次，雇主应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检查，识别并纠正可能的安全隐患。如有必要时，雇主还需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PPE， 并确保所有工具和设备都是安全的。最后，雇主需遵守工作场所安全记录要求，并在发生重大伤亡事件时立即向 Cal/OSHA 报告。在此之前，聘请家政工人的企业并不受工作场所安全规范的约束。随着新法上路，涉及家政服务的企业应紧速检视既有工作场所安全制度，确保合规。最后来看暴力犯罪受害者休假权利的最新规定。最新修订的犯罪受害者休假法已于202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然而关于通知公告的部分直至2025年7月1日，加州民权部 CRD 正式发布暴力犯罪受害者及其家属休假与合理调整权益通知才正式生效，意味着雇主即日起需执行一系列相关的合规操作。该通知明确规定，不只是员工本人遭受暴力时有权请假，若受害者是员工的家属，员工也同样有权请假处理相关事务，包括出席陪审、出庭作证等。此外，员工还可以要求进行保密处理，并请求公司根据安全顾虑进行工作上的合理调整。员工还可能符合加州家庭权益法或丧亲假法，并获得相应的工资补偿或更多的休假权利。除确保员工拥有上述权利外，雇主还需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禁止因员工请假或使用某些权利而歧视或报复；二、雇主需以书面形式通知员工依法享有的权利，具体时间点包括新员工入职时提供，每年还需主动向全体员工重新提供一次。此外，只要员工提出要求，或当员工告知本人或家人是受害者时，也需再次提供。3.
雇主应将这份通知纳入新员工入职手册中，并对 HR 和管理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此份最新通知可从加州民权部网站自行下载。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华兴保险管理人周报每周5分钟，为您带来美国公司经营、人才管理的最新快讯。下期见。